修行啊，爱把握当下，用心倾听啊，万物啊，无时不在说法啦。那咱爱虔诚文化啦，解佛教义，如渐发水啊，慧明正中啊。希望人会晓疼惜时间啊，咱的修行慧命就是将把握时间来，所以爱讲精进啊，咱爱听天下间啊，所有万物声，咱拄则静静坐着，咱敢有听到外面的境界呢？雨水的声，真有韵律，点点滴滴，这是雨露雨水的声音。咱伫静默中啊，会当知影宇宙啊的道理，无时不在说法啊。就是啊，若无落雨的时，真静，咱会当听到大地伫咧呼吸的声。这就是咱的心真正宁静啊！不管是落雨听到细细滴滴的雨水，咱真分明，甚至微细到大地呼吸，咱也真清楚。这个时阵，就是表示咱的心啊宁静啊，用心伫咧听天地宇宙乾坤万物，都有生命，都有伫咧呼吸。这是一个活的世界，所以咱应该会当好好去体会，而且呢，万物啊，无时不在说法。看看土地上啊，咱伫咧出坡，看伊菜种子野落去，野落土去啦。过几工，看到土面啊，也已经呢慢慢绿绿啊。菜的芽也已经出来啦，用心照顾，不知觉中啊，菜呢已经长起来啦。哦，这敢毋就是伫咧甲咱说法呢？迄粒种子有生命，菜的种子啊，含藏着真强而有力的生命存在。何况讲看到大树啊、草木啊，想咱的心啊，若是有伫咧用心，甲咱的心啊，的周围境界的生命，都是息息相关。外面的境界啊，随着春夏秋冬，春伫咧茂盛啦，夏伫咧成长啦，那秋呢就开始凋零啦，也那冬呢，就是在冬眠啦。这样四季啊，还是伫咧
向咱说法，咱都爱想咱家己生老病死啊，其生来时，就是伫时间恁伫咧成长，伫咧长大啦，过去是安怎大汉啊？可能咱拢无用心，也毋知啊，不知觉中啊，就从幼至小，至青年，至中年啊，这随着岁月啊，生命躯体总是呢，伫真微细中啊，安尼伫咧转变。咱过去拢无伫咧注意，现在修行啦，咱应该甲心修转来，好好呢对咱家己的躯体、生命，咱来好好注意。躯体对着时间伫咧老的变化啦，咱的生命嘛对着时间消退，安尼呢伫咧减少咯。这身躯老化，生命减少啊，咱还要阁留啥物伫咧啊？慧命，慧命，慧命也是随着呢时间成长。要安怎会当成长慧命？那就是用心闻法，爱把握当下。现在伫咧听法啦，现在都爱好把握现在。每一句话，随着苗是极苗、微苗、微苗，极就是极短的时间，微就是安尼就飞过去啦，微就是非常微细，安尼的时间遐尼真短暂，咱爱好好把握，爱伫咱用心来听每一句话咱若用心听呢，法将说的语言中含藏着迄个法，伫语言中含藏着的法，你用心法都吸收伫你的心里咯。所以爱把握当下，用心倾听甚至离开了现在伫咧听法的时间，日常的生活，面对的环境，万物无时不在说法。咱的心对着一切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咱来用感恩心因为呢，不管是人事物，无有一个时阵，毋是伫咧甲人教育，所以万物无时不在说法啦。请大家真正爱用虔诚闻法，才有法度呢解佛的教义。毋是敢若现在恁伫遮坐，我伫遮讲，安尼才叫做伫咧听法，毋是安尼尔定。咱平时爱真虔诚听有声无声，昼夜境界。无时不在说法中，咱若会当用虔诚的心来对待，用虔诚的心
来接受啊。那安尼呢，咱要了解佛的教义，都无困难咯。佛陀乃是宇宙的大觉者，伊所讲的法啊，是包含宇宙万物真理。所以咱学佛啊，时间是安尼直直过去，咱的性命是安尼直直缩短去。所以咱的慧命应该爱伫这个时间，任何一个时间都爱成长慧命，就亲像大地万物啊，直直接受着有路来润湿大地，大地会当通好来养成万物，同款的道理啊。所以儒家发水啊，慧命成长，咱应该爱时时爱会晓用心啦。佛经的内底啊，前面咱也是讲过去咯吼。文殊菩萨伫释迦牟尼佛啊，伫咧讲经的道场，迄个时阵，佛陀伫咧放光现象，未间火光安尼伫咧发散出去。大家人啊，心有怀疑，所以在座的中间，弥勒菩萨请文殊菩萨来解释佛陀今仔日的法会啊，伫咧说法这个大会中，佛陀呢，哪会甲过去无共啊？立定遐尼久这个形态光明随常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文殊菩萨接受弥勒菩萨的请问，所以伊来分析回顾过去日月灯明佛的时代，毋是一尊佛尔定。经过了20000佛，讲一个名叫做日月灯明佛。20000佛最后迄尊佛有8王子随佛出家，这前面都甲大家人分析过去了。应该文殊菩萨伫咧叙述过去呢，是要甲咱当场的人讲咱人本具佛性，人呢都是生生世世共一个佛性，共一个名称，那就是咱的本性，清净无染。咱的本性那就是佛性。甚至呢，人伫凡夫的时代，总是呢有8识。过去定甲大家人讲，咱清净佛性是抑阁有第9识呢。第9识呢，才是咱清净无染的佛性。所以将这个清净无染的佛性，只是敢若一念妄动，产生了呢这个8识。这个8识呢，就经过了贪嗔痴从外面去研究不断去受污染。所以这个中间，咱若会当有人来甲咱引导，知影咱人本具佛性，
这个八识啊，开始呢都爱修啊，凡夫沿着外面的六尘境啊，这个六识去修来的，有点咱的思考。那咱的思考呢，就会发出了贪嗔痴，要去争取啊，等等，开始身躯就去动作，开始去做业啊，做了真多的业，所以回收倒转来到第八识，这是凡夫啊。但是呢，佛性显现啦，开始那就要发心要修行，就亲像日月定明佛啦，放下妄为啊，开始出家，这叫做展现佛性。咱的佛性展现出来啦，开始呢，咱知影爱修行啦，知影爱修行，就要八识共同修行，所以八王子啊，应该是譬如八识。咱对外面的境界等等定提高，咱爱有迄个倾听天地万物说法，一切的景象的变迁，定爱警惕啦。这是我拄则讲过去的，咱若会当安尼啦，就是咱生活伫周围环境中啊，咱袂去互伊袂失去，因为呢，天地万物不管是都伫咧为咱说法啦。这是一个大家人爱真清楚，为什么？我会一直一字在字上，一直要描述迄个境界，互大家人会当理解。所以啊，彼佛灭度，害大者逆死。彼佛灭度，灭呢就是灭见思行。这前面也有讲过去咯，咱啊，就是这个心的境界啊，所看的呢，境界无共，共伫一个道场，伫咧修行，个人的习气都无共，因为个人的习气无共啊，你听的话，境界也无共。听的话境界无共，大家人的动作都无共啦。减掉烦恼的人，那就是所听的话法都会真清楚，会当正中慧明，减少烦恼，那这叫做灭。灭掉了咱迄个污染境界的烦恼。这呢，就是叫做灭。烦恼轻的人，智慧正长的人，伊所听到的法，我了解，我更搁较深入，法已经入我的心，更搁较深入。那愈是深入的人，对天地万物的道理愈了解啦，就无容易被迷失去，所以思想愈清愈明，咱这边的心境呢，那就是愈清啦，愈明。你照着外面的境界啊，都真清楚。所以灭掉了咱思想茫思想念，这嘛是灭因为咱日常生活伫外面伫咧对着的境界呢，拢是妄想，拢是虚妄的境界啊，求不可得啊。那
为着这求不可得的代志，伫咧起烦恼啊！所以思想都足复杂的，这呢是凡夫茫茫思想了。那悲佛已经灭啦，甲伊灭掉，已经无有遐个茫茫思想，都无啦。既然无遐个茫茫思想啊，那自然呢，业都无啦。前面也讲过去啊，业那就是定沙业啊，表示真多烦恼啊，比幸福沙搁较多。这个味尘非常的微细，咱若是门关着。有一旁啊的门旁啊，有太阳的时，那你就会当看到迄个门旁的光啊，有安尼很微细啊，的迄个灰尘。平常时你肉眼看袂到，也若是阴影较多咧，那迄个太阳极光，安尼太阳照着，安尼一旁啊。你会当看到，安尼真微细，迄就是叫做尘，微尘呐。你目睭看袂到，即块倒啊坑咧，莫去切伊，莫去动伊，就是伫内底啦。2天后、3天后，手伫即个倒啊，甲伊摸看觅，啊，有一点啊刷刷。这呢就是微尘，只要你莫去切任何一项物件，都会有微尘卡着。同款的道理，你若无用功啦，还是同款。这个业啊，见思业，就伫咱的心灵咯。所以灭，那就是灭见思业啊。而且呢，道就是断啦，咱道了，咱分断生死，甚至呢还要断变异生死。分断生死呢，是咱一段一段的人生轮回六道内底的，那么。变异生死是伫咱的内心里真发心哦，发心修行啦。这样就是发心，起一念心啊，去下凡夫追求物欲，去下凡夫迄种的无明烦恼，去下凡夫。所有迄种微细的起心动念，我都要发大心，要赶紧修行，甲过去这种起心动念啊，会失去，要纠正过来。咱若是发心，要发大心，发拯救众生的菩萨心啊，也若是。心也未真定，尽管呢，你已经是发菩萨心，发心容易，行心难。为什么会行心难？因为呢，心也搁伫迄个所在伫咧生灭啦，一种变异生灭。明明这个人都真清净。谁来忽然间呢？安尼害大对路呢？这个人本来都真发心，是安怎退转道心？那就是着变异生死了呐。所以，咱灭道就是表示迄尊佛啊，已经呢，是所有的见思业。拢断除啦，甚至呢，分断生死嘛拢无咯，
变异生死呢，嘛完全干净啦。那应该呢，就是回归到第九识，就是不生、不生、不灭，这就是佛性啊。来人间度众生，就是不任世间众生苦，所以度假自旁，伊毋是呢，因为因缘果报来人间，毋是已经呢脱离了这个因缘果报，应该呢就是回归清净的本性，不生不灭。那这呢就是大梵应灭所讲的灭度呢，是所有的大梵呐，咱的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，拢总灭啦。咱的八识呢，无搁再伫外面伫咧演这个境界这个第八识搁撞着遐尼诚侪的业识，那已经呢拢无咯。那所以呢，伊称为灭度，也嘛是叫做呢，就是涅槃那涅槃呢，就是灭度的意思彼佛灭度啊！那海大者逆是文殊菩萨回归到释迦佛的道场啦，因为呢是弥勒菩萨伫咧问伊，所以伊引述无量劫以前的日月定明佛的故事，现在回归呢伫这个现实释迦佛的道场里啦。那伊回答的呢，就是弥勒菩萨迄个害大者都是你啦，弥勒菩萨。因为弥勒菩萨呢，就是当来成佛啊，所以安尼甲想起来那就是所讲的你。那咱大家人呢，家己爱反省咯。无听到咱人呢，嘛是伫释迦佛的道场里文殊菩萨的智慧伊呢所指的弥勒菩萨你，当时伊含义啦，含义就是伫当时的道场听法者是，就是你也是捌经过了安尼呢会害大贪着伫名利多有作性家，无定着是你所以咱人听法，这叫做倾听，好好听。人伫咧讲别人的错，咱家己爱经反省，我有错无？我是毋是呢？也就是迄位害大者呢？这就是爱及时忏悔。常常听到人伫咧讲师父，你拄则伫咧讲遐，好亲像伫咧讲我呢。我都甲伊讲恭喜你这种的法你会当知影讲迄个错误呢，就是咱。那安尼呢，你就是有伫咧忏悔你就是有伫咧反省知过啦，就会当改啦。唔知影过失呢，你永远都袂改唔知影咱的错误，永远袂忏悔，内心呢还是装着真侪的污垢，因为你唔知影你装遮侪的污垢伫咧。也若是听法讲这好亲像是我就是犯着这个毛病啦，我要赶紧忏悔，
我要赶紧改过好，我要赶紧重新。每一天啊，都是咱的生命要产生的时刻。每一秒钟呢，就是咱生命伫咧成长的时。所以咱人爱时时用心啊，爱记着，把握当下呢，用心倾听。万物无时不在说法，那虔诚文化啦，解佛教义啊，如渐发水，慧命成长。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！